中国海军今年已经交付5艘军舰，造舰速度惊人。为何说中国海军能超过美国海军？俄专家说出美国海军存在的致命问题。前不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为美国海军拟定了一项计划，在2045年让美国海军舰艇的数量达到500艘以上，这几乎是在美国海军现在的舰艇数量上翻了1倍。按照美国的说法，之所以要将美国海军装备的舰艇数量增加到500艘，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那中国海军到底怎么样了？竟然让美国如此担心。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1号报道，综合中国媒体报道，2020年，中国已经有数艘新建驱逐舰被交付中国海军，包括1艘 052D 型驱逐舰、2艘 052DL 型驱逐舰和2艘055型驱逐舰，体现了中国强大的制造实力。中国海军下饺子名不虚传。报道中着重介绍了中国海军的新型驱逐舰 052DL。052DL 驱逐舰是 052D 驱逐舰的升级版，目前已经有淄博号和唐山号2艘被交付海军。与 052D 驱逐舰相比， 052DL 驱逐舰主要有2点重要改进，一个是安装了带有大型米波天线的雷达，与原有的多功能有源相控制雷达相互补充后，具备强大的反隐身能力。另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将直升机甲板加长了4米，使其可以携带最新型的舰载版直205武装直升机。报道认为，中国海军建造水面舰艇的速度将使美国海军在西太地区对中国的优势越来越少，中国海军可能将超过美国海军。众所周知，美国海军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为了应付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增长，美国还提出了所谓的500舰计划。中国海军真的能超过美国海军吗？对此，俄罗斯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卡申认为，相比中国强大的造船业，美国的造船业实际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就算美国提出了在2045年将美国海军舰艇增加到500艘的计划，美国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计划。其实，这一点从美国海军之前的355舰计划中就能看得出来。美军355舰计划已经提出几年，但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不增反减。相比之下，中国的军舰数量则在不断增加。据统计，中国海军目前装备的 052D 驱逐舰和 052DL 驱逐舰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艘，另外还有6艘 052C 驱逐舰以及1艘055型驱逐舰。也就是说，中国海军目前已经装备了22艘宙斯盾级驱逐舰。此外，中国还有10艘 052DL 驱逐舰和7艘055驱逐舰已经下水等待试航。不久后，中国海军将拥有近40艘盾舰。按照这个发展速度，中国海军超过美国海军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可以造核武器的印度为什么生产不出来极寒服装和登山设备？瑞士商人道破天机，官员可以借采购去海外旅游。虽然冬天还没有到，但是拉达克地区已经零下30-40度了。中国一直为驻守边境前线的士兵们输送物资，有方便食用的鸡腿、面包等熟食，还研发了各种防寒设备，譬如具备供暖充氧功能的营房。最近还特地定制了防寒衣物，为边境战士提供最好的中国制造。而印度这边对于自给自足似乎十分消极，一直在疯狂进口各种登山设备和防寒服装，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对此，印度的陆军副总司令解释，是因为没有可行的本土解决方案。这还真是有些奇怪。印度好歹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服装和鞋类生产国之一。一些高科技设备研发不出来，士兵所需的保暖衣、手套以及鞋袜之类的总能生产出来吧？结果还真不行。印度本土生产的羽绒服、裤子、雪地靴之类的，在边境都没有什么保暖效果。在零下40度的地方，穿着这些印度制造，就像穿了个寂寞。而且，印度军械厂生产的极寒服装不仅不合身，还让操作受限，真是令人窒息。除了蔽体，竟然什么都没有做到。不愧是生产出号称每周发生1次事故、劣质弹药的军械厂。服装鞋袜依赖进口，登山设备就更不用说了，帐篷、睡袋之类的高海拔生存必需品，通通依赖进口。2019年的时候，一位陆军代表就表示，80%左右的极寒服装和应对极端气候的设备都是依靠进口，因为国内生产的完全达不到军队所需的标准。但凡他们真的能做出些什么，印度也不会将近40年都依赖进口极寒服装和设备。印度的钱很好赚，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外国企业尝试和印度在本土合作研发这些极寒服装和登山设备，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以失败告终。一位曾经向印度供应极寒服装和登山设备的瑞士商人对此有个一针见血的评论：
如果这些合作项目成功了，那意味着印度官员不需要再访问欧洲各国以采购设备了。的确，最近因为边境紧张，由印度高官组成的服装采购团得以不断的在欧洲旅游，预计会在海外待到2021年4月。多么巧妙的带薪休假呀！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印度生产不出极寒服装，这听上去真幽默。而更为幽默的是，因为在国外进口新装备需要时间，大部分印度前线的士兵只好穿其他部队淘汰下来的二手衣服，在凛冽的寒风中穿着旧衣服驻守边境。面前的敌人又是待遇一切从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古国城答应捐赠我国3万只羊，如今首批已经抵达，这一幕也引起网友热议。2020年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今年年头，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态势彻底爆发了。但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我们并没有自乱阵脚，并且在病毒爆发后的第一时间里，我国立马调动起了全国的力量来对抗疫情。在当时，全国人民都积极响应着国家的号召，并一起努力对抗疫情。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并遏制住了病毒。不过，在疫情爆发期间，曾有一个暖心的小插曲。在今年2月份疫情爆发的时候，很多国家都给我国提供过帮助，这其中就包括了蒙古国。而且蒙古国给的帮助还有些特殊，当时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曾专程到访过中国，并且在访问期间，蒙古国总统一度表达了对中国抗疫的坚定支持，并且蒙古国总统还代表了所有蒙古国人民向中国捐赠了3万只羊，这也是一份很特别的礼物。不过蒙古赠送的3万只羊并非立马就送到，而是先在蒙古养肥再送达过来。10月22号养了大半年的3万只羊终于来到中国。根据官方消息，蒙古国早先承诺捐赠的3万只羊只的首批羊只于10月22号通过阿尔连浩特口岸进入中国，然后后续将会运送至湖北。面对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人民同舟共济，携手抗疫，而蒙古国总统甚至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2月份访华，并且在此期间表达了对中国抗疫的支持，并代表蒙古人民向中国捐赠3万只羊。经过了半年多以来的精挑细选和筹备，蒙古此前为支持中国而捐赠的3万只羊将正式移交中方。目前，首批由蒙古国捐赠的4000只羊已经从阿尔连浩特口岸入境中国，而在未来的11月份之前，3万只羊将会全部运抵中国境内，在阿尔连浩特加工完之后便运往湖北省。以此，蒙古国的心意将会正式传递给中国人民。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为何此次捐赠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吧？此次蒙古所捐赠的羊只可以说都是他们精挑细选的好羊，挑羊再加上各种筹备，肯定是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蒙古这个国家并不是非常富裕，能在如此关键时刻拿出3万只羊来捐赠给中国，可以说是一份相当厚重的问候了。有意思的是，不少的网友看到了之后，也都纷纷表示流下了感动的口水。更是有网友表示，多放孜然，少放盐。看来，虽然大家目前还没吃上羊肉，但是蒙古国人民的心意，我们中国人民已然是接受到了。我国芯片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出现何种乱象？在面对美国的制裁，我国将如何重新调整芯片研制战略？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制裁华为芯片一事闹得是沸沸扬扬。其实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都十分的重视芯片方面的技术发展，甚至早在2015年，当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正式发布后，其国内的芯片行业就一度成为了中国10大发展行业之一。但是即便是这样，中国在此领域的产品依旧还是依靠着进口。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光是进口芯片每年就得花掉300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之一。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可以说现在中国很多的高科技产品都十分的依赖于先进的芯片。那么为何中国在5年前就已经有计划研制芯片了，然而现在却依旧遭到了美国的芯片制裁呢？其实这之中很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研发资金分配方面。其实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有增加对半导体行业的资金投入。就拿今年来说，一直到7月份为止，中国投资了近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这个数字同比去年增加了近2倍，然而如此庞大的资金所投入的项目到现在也未能正式实施。例如，就在最近，武汉红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的建设就因为缺乏资金而被叫停。
并且为了该公司的建设，国家已经投入了将近153亿元的资金，本来是想以此来吸引私人资本投身到芯片研制中来，但是很显然资金不够。另外就是成都的革新芯片制造工厂，也同样是因为资金原因而被关闭，为此国家曾投入了1亿美元。不过在这些项目中，德科玛南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所带来的损失是最为巨大的。为了该公司的项目，国家曾前后投入了3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最终该公司却和武汉红星公司一样破产，其原因也是因为吸引不到投资者而导致资金的不足。可以说这些失败对于国家来说都是血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美国对中国芯片的制裁，我国芯片的现状并不乐观。过去对国外芯片的依赖程度还是超过很多人的预期。虽然我国早就着手准备，但是很多上亿元的投资最终打水漂，也着实让人很无奈。归根结底就是缺乏对市场的判断，低估了产品前期投入的准备。很多没有相关领域经验的公司也曾一度投身到该行业，这些公司大多都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近期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未来发改委将会更加重视对该产业的投资风险分析，同时他们也将会慎重选择对国家发出投资申请的人，这将可以进一步保障中国的投资资金被用到刀刃上。